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妄想笔。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以一个更抽离还有好玩的一个形式来解释一下人生的意义吧，或者探讨一下人生的意义。每一个人开始思考人生或者说是哲理方面的东西，都会经常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告诉你人生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我敢说很多提倡心灵鸡汤的人肯定会来杠我，或者是本来就是已经悲观主义的人就会觉得真的是人生无望，就非常的灰暗，对吧？但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说，人生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个没有意义呢，并不是一个很消极的诠释，更多的是属于从道的方式来理解，一切如果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就没有有或者是无的这个概念。如果非要用头脑去理解它，就更像是一种以前我说过的万籁寂静的一个状态，它可以是空，也可以是万物。灵魂它就是一个能量和一个意识体，对吧？它在不停地接受信息，回收信息，然后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一个过程。当这个灵魂开始进行投射，从这个投影源产生了一个投影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像，这个像呢就被赋予了一个意义。我们所熟知的像一般就是三维里面看到的各种人事物，对吧？当然也包括肉眼看不见的，比如说是能量啊、感觉啊、情绪啊，还有在梦境里面潜意识投射的各种很虚幻的东西，对吧？只要有了像，一场盛大的游戏就自动的开始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一个大型的游乐场，那里面肯定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游乐设施，还有主题公园。每个被灵魂投射出来的去这个公园里面玩耍的小孩，就是我们的小我，就是我们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根据灵魂的自由意志呢，去选择不同的游乐设施，然后还有游戏。无论这个游戏是刺激型的，比如说有些人选择了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人生，或者说是一个剧本杀式的人生，像演员，他们已经在扮演的这个小我角色里面，还要去尝试扮演更多的角色，或者说是旋转木马，对吧？大多数人都想要就是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幸幸福福的过一生都没有问题。其实只是说是灵魂根据不同的想要收集的信息的需要而选择了这样不同的游戏设置而已。这些信息呢，它就组成了宇宙这个很庞大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呢，是可以去创造一切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万物，它也可以就是一个庞大的意识的整合，就是一个虚无的状态。所以这样看下来呢，很多修行的人觉得，我要脱离这个矩阵愚蠢的游戏，我要在灵性里面获得解脱，我不想再轮回了。其实从宇宙的角度来说，灵性不过又是另外一个游戏而已。在这个游戏里呢，它也有它的特别的设置，比如说有旧模式，有五维的新模式，有疗愈，有内在小孩，灵魂暗夜这一类各种各样的设置。只要我们开启了这个模式，我们就会自动投射此类的像来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在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无比的真实。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剧情的推进，还有说是关卡的设置，让我们来一路过关斩将，就是保持对这个游戏的热忱，对吧？所以其实从宇宙的角度来说，灵性觉醒的这个游戏和一个在职场上面不停晋升的这个游戏没有任何的区别，只不过是这个宇宙它想要去获取不同信息而选择的这个载体而已。同时呢，我们都是拥有自由意志的，这点呢是不要忘记的。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停止，继续或者说是重新开始一个游戏。只不过很多在里面玩耍的人，他们都忘了这一点，太投入了，对吧？太入戏了，然后就以为自己没有这个选择权，要不停的去重复一样的一个体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在玩这个矩阵三维游戏的人会觉得我觉得行尸走肉，生活没有意义，每天都是两点一线，然后像机器一样不停的重复，非常的麻木和无奈。但是是因为他们在玩这个太投入了，忘记了他们随时都可以跳出来去选择一个全新的体验。
而且呢，就是一旦你选择跳出这个游戏，不再玩这个游戏了，这个游戏特别的一些设置对你就已经不用了。比如说是我最近不想再玩疗愈内在小孩的这个游戏了。那投射出来的状况就是，一旦我有情绪上来了，以前我会马上去想这个卡点是什么，我需要去疗愈，我需要去释放，甚至可以挖出前世跟这个情绪卡点有关的东西。但现在情绪来了就来了，我不会去过度的解读，就随它呗，就是让它流过我自己就可以了。很多人玩游戏会沉迷，会忘了自己，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因为灵魂老妈子呢，她一定都会在旁边观察着我们，然后会在合适的时间，如果我们玩物丧志了忘了，她会在旁边看看表，然后说熊孩子回家吃饭吧，或者说是应该去下一个游戏玩了，这个已经玩太久了，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时间到了，走啦。一般这个时候呢，你会感受到你可能对一个状态和有人生的模式已经极度的厌恶，一天都不想再过下去这样的一个状态，有非常强烈的想要去改变的这个意愿，或者说是呢有个工具人或者说是工具的事件产生，强行把你从之前的这个设置和游戏的状态里面拉出来。所以灵魂老妈的这个表，它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圣时刻。那这样看下来的话，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无论如何都有灵魂老妈子在那里兜底，对吧？所以我们就随便玩，尽情的玩，但是永远都要记得，你有这个自由意志，可以随时跳出来休息、停下，或者说是去选择你更想要去体验的游戏。我们的念会投射出不同的平行时空和我们的实相，就是会创造更多大大小小的新的游戏。所以好好的去享受这个人生的游乐场，享受做人的每一天。